各位心灵者，大家好，欢迎收看蓝色星源旅游心智测试旅行手册。我是主持人果姬，我是主持人司机。终于见到心灵者了，今天会由我和果姬为大家带来心智测试的特别情报。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蓝色星源旅游的故事发生在名为普罗米利亚的大陆上，现在看到的浮空岛和巨大蘑菇都是它独特地貌的一部分。在探索这片大陆时，心灵者也会和性格各异的伙伴们奇波们相遇，逐渐建立深厚的情感。没错，伙伴奇波，这应该也是心灵者最为关注的内容。今天我们可以给大家提前透露一下，在本次心智测试中会有很多角色登场，其中有一些是大家熟悉的，也有一些是新登场的。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展示的并不是我们本次测试中可以体验到的全部角色，更多角色会在测试中正式开放。呀吼，又见面了！冷静的思考便是我的制胜王道。哎，果姬，似乎有的角色和之前展示的相比会有一些变化。没错，在本次测试中，我们对角色造型细节进行了一些调整，接下来可以带各位心灵者一起看看。哦，这是特拉拉，是一位大家的熟面孔呢。以特拉拉为例，这次我们加强了一些重要的高光表现和细节处理，让角色们看起来更生动。他的耳朵也增加了一点毛茸茸的细节，看起来更柔软了。头饰上羽毛的纹理也变清晰了。哎，这个我来抢答，尾巴更蓬松立体了。那再来看看另一条尾巴。哦，你是指洛青的尾巴？怎么样？它尾巴的质感和特拉拉的就完全不同啦。确实有非常明确的区分，不同的质感差别还挺大的。另外，在光照下，服装质感的变化会更明显哦。说了这么多，相信心灵者也很好奇，角色们在战斗中会有怎样的表现吧？司机，是不是该到你的回合啦？你说的对，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游戏中的战斗系统吧。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携带3位伙伴和3只奇波参与战斗，伙伴们有着各自独特的技能，合理搭配就能发挥出更佳的效果。今天我们就来展示角斗西的战斗片段吧。由于时长原因，我们稍稍做了一些剪辑。角斗西是本次测试的全新 BOSS， 他的3角锥前肢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需要注意躲避。开场我们先使用了风剪鹰的奇波特技和特拉拉的星绝技，二者配合能造成更高伤害。角斗西的架势槽被击破，进入架势破坏状态。在 BOSS 倒地期间，我们可以抓紧时间使用元千代的星邪技和星云一欧的奇波特技进行大量输出。这里 F 键被点亮，是我们的星结合击系统，激活就可以配合奇波打出额外伤害。无尽之物，元千代的星绝技，视觉效果好酷。这里大家看到的是阿比的星邪技，角色上场就会自动释放，还有碧羽玲珑的奇波特技。我们的战斗系统机制灵活，合理使用角色和奇波的技能，就能更好地掌控战斗节奏。完美闪避攻击，并且打出极限反击，也能为我们带来额外的收益。最后，让我们用阿比的星绝技来做战斗演示的收尾吧。庆祝胜利。感觉我们在战斗系统中可以研究的细节还挺多的。是的，我们在整体战斗爽快的基础上，也给大家留下了可以自行探索搭配的空间。对了，还有个小情报，游戏中的部分 BOSS 是可以被捕获的。哇，那是不是还需要控制 BOSS 的血量？是的，各位想要挑战的心灵者可以在战斗中尝试一下哦。说完了角色，我们再看看普罗米利亚大陆上的奇波吧。刚刚在 BOSS 战的演示中，相信心灵者也发现了，奇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奇波的作用可不仅仅是在战斗中哦。这里卖个关子，让我们先为大家整体介绍一下奇波吧。奇波是普罗米利亚大陆上的神奇生物，它们形态和性格上各不相同，也具有自己独特的生态。哦，生态，这个可值得关注了。没错，它们可不是 NPC 或者普通的宠物哦。路过山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钻山蜥，
它会经常磨爪子，让它更加锐利。在红树林地带，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尾火羊互相顶角，进行友好交流。再去湖边的平原看看，驯狼和菜鸡似乎正在这里争斗。这里是雾球蛙的栖息地，有种神秘的气息呢。哎，有一只雾球蛙的齐波蛋，你可以选择远远观望，或者把它偷走。嘿嘿，感谢大自然的馈赠。在白天非常活跃的奇波，到了夜晚会呼呼大睡。奇波在面对心灵者时也会有不一样的反应，比如这种名叫嘟噜的奇波，在遇感到危险时，有的会选择装死。旁边的那只跑了。对，就算是同一种类的奇波，也会做出不一样的反应哦。还有一部分奇波为了提前躲避敌人，会选择拟态。这里的菜鸡都和地里的白菜融为一体了，毕竟是菜鸡嘛。再来看看藏得更好的岩金甲。哎，不主动攻击它，我可能都看不出来它和旁边晶石的区别。奇波生态的设计目的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更加生动真实，希望各位心灵者能更好地融入蓝色星源旅遥的世界中。那么接下来就让我来为各位心灵者说明如何星劫奇波吧。靠你了，司机。我们以这几只菜鸡为例吧。首先需要通过攻击来压低奇波的血量，当奇波血量较低时，就是星劫奇波的好时机。星劫奇波时，成功的概率与使用的星劫卡相关。我们这次使用最高品质的星劫卡，看看结果如何？100%，这样就算是与奇波星劫了。星劫后，菜鸡的图鉴即可点亮。哎，这是什么？奇波中除了普通奇波，还有一些特别的个体，比如闪光、异色、闪光且异色。这些特殊的个体都可以在图鉴中查看到，方便大家收集。直接对比看看，可以发现普通菜鸡和异色菜鸡头顶的菜叶颜色是不同的。各位心灵者可以多多收集各种特别个体哦。在过去的 PV 中，我们曾经展示过在天空中飞翔的碧羽玲珑。没错，一些特定的奇波在星劫并解锁相应的奇波安具后，可以成为心灵者的坐骑。走吧。这次星质测试中，我们还开放了可以在水中游泳的坐骑河狸大师，它能够帮助心灵者更快地在水中前进。除了可以带心灵者畅游海陆空之外，奇波也可以在家园里大显身手。这里蓝樱花正在帮忙播种，种田大业更进一步。心灵者外出探险时，奇波可以协助处理家园里的订单。奇波们各司其职，为心灵者减轻了不少负担。播种、浇水、烧火，多与奇波星劫，让家园变得更热闹吧。此外，就像前面 BOSS 战演示时大家看到的，奇波还拥有战斗技能，可以在战斗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其实刚才我就开始好奇了，快说说。奇波共分为包括猛袭、侵扰、防护等等在内的多个类型，它们的功能各不相同，有的擅长直接造成伤害，有的擅长增益治疗或者控制。在实战中，面对各种不同的作战环境时，心灵者都可以找到合适的奇波，用合理的策略赢得战局。罗关灵狐的群体攻击技能配合寒悠悠普攻，开场就迅速清掉了一部分敌人。加度可以为心灵者上盾提供更多容错率。受到伤害，我们的血条被削减，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夜关陀为米蒂回血。这里又触发了奇波合击。没错，趁敌人倒地多多输出吧。最后，让我们用莫因的星绝技来做收尾。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一个比较特别的系统——奇波对决。奇波对决玩法可以使用心灵者已拥有的奇波组成奇波战队，去挑战不同的关卡。在这个玩法中，奇波会继承自身原有的奇波技能和等级，并且还会有和野外战斗时不一样的功能定位，比如振奋、治疗、强击、助手等。
由于种类确实比较丰富，今天可能没法一口气介绍完，更多的就请心灵者去游戏内体验了。介绍完奇波的功能定位，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进入奇波对决玩法看看吧。在奇波对决系统中，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回复屏幕中间显示的部署点数。心灵者消耗点数部署奇波后，奇波就会上场加入战斗。在对决中，合理安排部署点数使用奇波，是获得最终胜利的关键。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火猎鹰的入场技烈火龙卷。部分奇波在上场的同时会自动释放入场技，释放完入场技后，奇波会自行向对面的水晶发起冲锋。哇，我也想为他们助力。没问题。心灵者在战斗过程中可以使用战术指令，它能为奇波们带来不同的增益效果。比如这个全军冲锋指令，可以提升我方奇波和对决设施的攻击力移速。除了会发动攻击的奇波外，也有像漫樱花这样能治疗的奇波。随着敌方奇波被一一击败，我方奇波的战线会逐渐推到敌方的水晶。当敌方的水晶被击破，我方就获得胜利了。带领奇波冲锋的感觉真好，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体验啦。本次心智测试就可以玩到了。不过目前奇波对决还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后续我们会努力优化，让它变得更加有趣。我已经开始期待了呢。不知不觉，今天我们的内容快到尾声了呀。最后，让我们用普罗米利亚大陆的美景来作为今天的结束画面吧。新崖山谷、弗利斯、陈王朝，时代的更迭，流淌着文明的轨迹与瑰丽的风景。非常感谢各位心灵者一直以来对蓝色星源旅遥的期待与支持。我们衷心希望蓝色星源旅遥能够陪伴心灵者在游戏中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期待在普罗米利亚大陆相见哦。